乌克兰源头打击力度增强，佩克洛导弹无人机首次出战。乌军继续收复和占领更多俄阵地，并成功阻止朝鲜援俄行动。乌军425突击营在红军村消灭2支俄军突击队，炸毁前线俄军弹药库。俄罗斯全球战略遭重创，以军炮弹范围覆盖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精彩资讯即将开始。视频开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下乌克兰最近的远程袭击成果。据综合报道，乌军10日晚上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边境州的能源基地和后勤工厂。如乌军首次发射10枚佩克洛无人机导弹，袭击了布良斯克的石油库，其中6枚成功命中，并引发爆炸和大火。又或是莫斯科普希金诺地区的一家火药厂遭遇大规模火灾，引发剧烈爆炸。流出的视频显示，该厂多个区域被大火波及，损毁严重，已经没有修复的必要。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还对附近的地区造成一定破坏。截至目前，大火和爆炸已导致2人死亡，详细损失有待后续披露。此外，有消息称俄罗斯的坐骑工厂也遭到打击，虽然目前还无法确认具体的地点，俄军也未回应此事，但从披露的画面来看，火灾规模很大，损失应该不会太小。不出意外，该厂应该是专门为俄军摩托车突击队生产专属设备的。如今遭到乌克兰的源头打击，有一部分的前线俄军要靠双腿冲锋了。值得注意的是，鉴于乌克兰不断增强的远程打击力度以及俄防空系统的不给力，俄罗斯想了一个怪招，开始部署交通信号灯来预警乌军 FPV 无人机的行动。据悉，这些交通信号灯会安装在关键军事路线的路边杆上，而3种信号灯颜色分别代表着未检测到 FPV 无人机、远处有 FPV 无人机以及附近有 FPV 无人机，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用啊。前线方向，乌军继续收复和占领更多俄阵地。库尔斯克方向12月10日，据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在小洛克尼亚，乌军至少发起了2次反击，同时在卡梅舍夫卡对俄第1427摩托化步枪团阵地发起反击，目前战况尚不明朗。在达里诺，乌军击退了俄军第104和51空降团至少1个排规模的机械化袭击，并在泽兰尼什利亚赫实施了成功突袭，占领了一个俄军阵地。此外，乌克兰特种部队还通过精确打击，阻止了朝鲜通过铁路将50辆古山榴弹炮部署到库尔斯克州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援俄得到了新回报。之前火力军曾说，朝鲜可能会得到俄罗斯提供的弹道导弹技术、载入飞行器以及潜艇技术和防空系统等。而现在，航空周刊援引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塞缪尔·帕帕罗上将的话，报道称，俄罗斯可能已将米格29和苏27转让给朝鲜，来换取朝鲜的军事支持。据悉，朝鲜如今拥有18架米格29、34架苏25以及其他各种较旧的米格型号，但其中许多都无法使用。如今，俄罗斯的转让可能会显著提高朝鲜空军的作战能力。至于转让的数量，虽然尚无法确认，但应该不多。毕竟，截至2024年初，俄罗斯被打的只剩下共185架米格29和苏27了。苏梅方向12月10日，有俄军事博主称，俄军已从库尔斯克越过边境，进入苏梅米罗皮利亚，试图切断在库尔斯克乌军的后勤和退路，但该消息立马遭到了苏梅州军事管理局和乌克兰国家边防局的驳斥，称其为虚假信息。战争研究所也没有观察到俄军在奥勒可桑的瑞尔村的活动信息。与此同时，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一名乌克兰营长报告说，俄军正在维什涅维和普罗索特拉涅夫活动，试图通过这里建立起博罗瓦桥头堡，从而强渡奥斯基尔河。但截至目前，乌军依旧将俄军牢牢阻止在距离奥斯基尔河以东15公里处。此外，乌军在德沃里奇纳的渡河战役和库皮扬斯克东部佩特罗帕夫利夫卡的陆地反击战仍在持续当中。尤其是在陆地反击战中，乌军远程火炮、无人机、地雷的配合，让如今只有7到8人的俄军步兵火力小队寸步难行。塞弗尔斯克方向，乌军12月10日出动无人机群，阻止了俄军在比洛霍利夫卡和上卡米扬斯克的进攻。巴赫穆特方向，乌军出动米格29向俄军临时据点投掷了法国 ASM 精确制导炸弹。西部的恰索菲亚尔战线虽然没有确认进展，但据一个乌军指挥官称，恶劣天气影响了乌俄双方的无人机使用，同时俄军还开始在克拉马托尔斯克附近利用无人机远程布置地雷，以阻止乌克兰对恰索菲亚尔的快速反击和后勤支持。托列茨克方向市中心的巷战依然在持续，且双方增加了无人机袭击和炮击频率。在南部的纽约村，乌军亚速12旅再创佳绩，成功占领了一个俄军阵地。
红军村方向，乌军各部队正竭尽全力消灭俄军。乌军第425突击营就消灭了2支俄军突击队，清除了15名俄军，并俘虏了唯一的生还者。同时，乌军还深入俄战区，在叶纳基耶沃附近摧毁了俄军的一个前线弹药库，但目前弹药库的损失情况有待澄清。但有报道称，由于发生了连续爆炸，周边10条街道的居民都已经被紧急撤离，该方向俄军的前线弹药估计又要紧张了。只不过红军村的情况依旧不容乐观。据乌克兰霍尔蒂察集团军发言人纳扎尔·沃格申上校12月10日称，在该方向，俄军比乌军的炮兵优势虽然已从最初的5比1有所下降，但仍保持着3比1的优势。且在进攻人数上，俄军在红军村方向集结了7万人，在库拉霍方向集结了35000到36000人，大诺沃希尔卡方向则有4万名俄军集结进攻。当然，俄军的持续进攻也付出了惊人的代价。据乌克兰司令部12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俄军新增伤亡1350人。战争研究所也分析表示，如今俄罗斯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经济紧张、劳动力短缺以及官员腐败等问题，导致战争成本急剧增加。俄罗斯的国防和工业基础已摇摇欲坠。值得注意的，据 X 平台流出的视频显示，一名被截肢的俄军士兵6个月来从未被接走送去医院，一直待在克拉斯诺霍里夫卡的一间地下室里。该士兵叙述称，他来自俄军第41698军团，且可能已被俄方确认为失踪。这可真是讽刺呀！这名士兵为俄罗斯出生入死，却得不到应有的救治，甚至可能还否认了他的存在。此外，以色列袭击了叙利亚的空军基地和海军港口。尽管俄罗斯宣称已经与叙利亚反抗军建立了联系，并已经大范围撤离了武器和人员，但现实情况好像与俄罗斯宣传员们说的完全不一样。在大马士革陷落前，以色列空军的打击目标主要集中在大马士革周边、霍姆斯地区，以及叙利亚境内幼发拉底河下游地区。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一直不敢染指。但当大马士革陷落后，以色列为了防止先进弹药落在敌对势力手里，出动战机，闪击般打击了叙利亚境内的大型弹药库、防空阵地、海军和空军基地，以及大马士革研究中心等目标。这里面就包括俄罗斯经营10多年的拉塔基亚基地。以军的导弹精准击中了拉塔基亚港的弹药库，现场随即发生连续的爆炸，俄军留在基地的米格29战机被金属摧毁，其中包括俄罗斯2015年介入叙利亚内战后援助的米格29 SMT 战机。至于俄罗斯那些逃离军舰的情况，截至12月10日，据Sentinel-2卫星图像显示，护卫舰格里戈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常规潜艇新罗西斯克号以及游船维亚季马号已经全部撤离塔尔图斯港。俄罗斯地中海舰队名存实亡，而且因为土耳其海峡被土耳其政府以蒙特勒条约为由关闭，因此这些军舰暂时无法进入黑海，需要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远程返回波罗的海。但截止目前，上述的俄军军舰仍滞留在距离塔尔图斯港约8至15公里的海上。因此有消息称，波罗的海舰队的亚历山大沙巴林号大型登陆舰已于12月10日离开波罗的海海域，其任务很可能是为了将更多的俄罗斯军事资产从塔尔图斯港转移到地中海。届时，上述的俄军军舰将在地中海为其护航。但不管如何，俄罗斯以叙利亚为跳板，试图支援乌克兰战场的战略意图已经宣告失败。以色列算是间接地助力了乌克兰一把。随后，乌克兰情报部门也披露称，从叙利亚撤退的俄军约有6000至7500名，他们很快就会被送到乌克兰战场。虽然会对乌俄战场有一定影响，但乌方自信表示，鉴于这批俄军在叙利亚的表现，这批俄军不足为虑。其总统泽连斯基也发表了对叙利亚局势的最新声明。他表示，阿萨德失败的外因并不是因为反抗军的强大，而是俄军主力被牵制在乌克兰战场。因此，北约和欧盟的盟友们，请务必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直至胜利，否则俄罗斯将会重回叙利亚复仇，甚至威胁到非洲及其他地区。不得不说，泽连斯基的这一外交操作是十分及时和有效的，有助于基辅获得更多支持。当然，对俄罗斯而言，失去了叙利亚这一重要的海外支撑点，对俄罗斯的全球战略将造成重大影响。如在能源市场上，俄罗斯的影响将大幅下滑。要知道，俄罗斯之所以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政府，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可以和伊朗一起阻止中东的石油、天然气以低廉价格卖给欧盟。但现在，巴沙尔·阿萨德政府已经垮台，一旦等到局势稳定，中东如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拉克等海湾产油国，极有可能会通过在叙利亚和土耳其修建的管道向欧洲出口廉价能源，抢占俄罗斯在欧洲的能源市场份额。届时俄罗斯经济来源可能会直接腰斩，而且以如今局势来看，就更别提俄罗斯对巴沙尔·阿萨德政府提供的巨额投资了，完全打了水漂。此外，没有了叙利亚作为加油点和后勤基地，
俄罗斯过去多年在非洲大陆的努力也可能会遭到毁灭打击。另一方面，以色列距离大马士革仅25公里。之前，以色列不仅空袭了叙利亚，还完全控制了叙利亚的最高峰黑门山。此山的海拔达到了2800多米，距离大马士革仅40公里。这表明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已处于以色列炮弹的射程之内。而现在，以色列国防军虽然宣布没有进攻大马士革，但其地面部队依旧在叙利亚推进，其中包括第679预备役装甲旅、第474戈兰高地旅、第810山地旅以及沙尔达格旅和第210师。黎巴嫩广场的电视台报道称，以军距离大马士革只有25公里了。不过，以军发言人随后表示否认，称以军目前仍在叙伊缓冲区内。而且，以色列外交部长基迪恩·萨尔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在叙利亚领土上的行动是有限的、暂时的，其旨在确保巴沙尔·阿萨德下台后混乱时期内的以色列安全。同时，以色列也警告伊朗称，不允许其控制叙利亚。值得注意的是，在阿萨德倒台之后，叙利亚内部的主要力量是沙姆解放组织、叙利亚国民军以及叙利亚民主力量。其中，沙姆解放组织的头目朱拉尼开始展现自己的手段，试图让人们摆脱对沙姆解放组织的极端印象。但他的手下却在拿下大马士革后就发视频宣称，下一步目标就是解放耶路撒冷和加沙。因此，我们不清楚他们能否实现这个目标。但以色列摧毁叙利亚境内军事设施的行为，明显是一种阻止和警告。据美国国防邮报报道，爱沙尼亚研发了一款新型反无人机导弹，代号为弗兰肯堡 MK1。报道称，这是一款可快速量产的低成本防空武器，其配备有机器影像软件，再结合 AI 自主科技，可以识别、追踪与接战空中目标，能够拦截2000米以下的低空无人机。不过，截至目前，该导弹的具体数据信息尚未公开。但国防邮报分析，以毒刺导弹为例，如该导弹长1.5米，射程6公里，最大高度3.5公里，弹头重量2.3公斤，能够有效击落无人机和大型巡航导弹。而弗兰肯堡 MK1 的体积要比毒刺导弹小3倍，因此猜测其射程可达2公里，最大高度1公里，弹头重量0.5公斤，足以摧毁小型无人机。按照爱沙尼亚计划，这款无人机导弹将于数个月内运往乌克兰，参与实战部署测试，并收集相关数据，为后续的量产计划做准备。据莫斯科时报报道，由于美国此前制裁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导致这家银行在后续的天然气项目中无法进行正常的收付款。对此，保加利亚现已明确表示，如果俄罗斯无法向其支付天然气过境费，将不允许俄罗斯天然气通过该国境内的天然气管道。报道称，每年通过保加利亚向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供应的天然气大约有181立方米。自2022年初天然气管道启动以来，保加利亚已收到了超过7.5亿美元的过境费。截至目前，匈牙利已经表现出了担忧，因为从明年1月起，通过乌克兰向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供应天然气的过境管道协议也将到期，而乌克兰已明确表示不会再续约，这将导致匈牙利的天然气供应大幅降低。此外，为应对俄罗斯断供天然气等情况，欧洲各国已加大天然气的开采力度。例如10月和12月初的要比过去5年的平均水平快上不少，同时也正在采取其他措施，例如通过其他渠道来获取天然气等。据俄罗斯 RT 网站报道，美国目前正在加紧增加中程和短程导弹的部署行动，并计划于2026年在德国正式部署暗鹰高超音速导弹。据悉，该计划始于今年7月，当时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舒尔茨在北约峰会上达成协议，将在德国部署美国的多款导弹，例如战斧导弹、标准6导弹等，以及目前正在开发的高超音速武器。虽然当时协议并没有明说这款高超音速武器具体是什么，但德国专家认为其就是暗鹰。有消息称，为了完成暗鹰的部署行动，美国曾于2021年组建了第一支暗鹰导弹部队，计划于2023年给陆军列装暗鹰导弹，并于2025年形成初始作战能力。但由于暗鹰导弹的开发过程并不顺利，直到今年6月，暗鹰才首次试射成功，所以从目前来看，暗鹰仍在研发中。不过，根据美国之前提供的数据，其射程约为2800公里。此外，也有报道称，其射程甚至可能会超过3200公里。
因此，单从射程来看，一旦美国在德国成功部署暗鹰，那么俄罗斯将处于该导弹射程之内。对此，俄罗斯曾多次警告美国不要在德国部署此类武器。可能是受乌俄战争影响，现如今美国加快了部署计划，但具体的行动依然高度保密。截至目前，还没有消息透露过暗鹰究竟会部署在哪个位置。不过，综合多种因素考量，驻德美军大概率会装备暗鹰，但不太可能会从目前的导弹驻地发射，而是会在发射前将该导弹部署到德国其他地方，从而让敌方难以侦测其位置。此外，一旦美国真的在德国部署暗鹰，该导弹还能够通过运输机部署在其他北约成员国。这样的话，欧洲国家就能够针对俄罗斯进行更大范围的火力威慑。当然，俄罗斯可能也会在短时间内部署相应的导弹系统，也不排除在后续冲突中会引发双方互射导弹的可能。据自由时报报道，美国第6代战机取得新进展，用于搭载新装备的飞行测试机神剑已在威尔特郡完成第1阶段的改装和飞行测试。这架测试机由波音757客机改进而成，配备了新构型的侧边机舱和机腹机舱，还搭载有各式传感器和新的电子装备，将作为英国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一部分，成为后续计划中的空中飞行实验室。据自由时报报道，2014年11月，西班牙、德国、意大利与英国签署协议，合资为台风战机研发新型雷达。但由于各国需求不同，新雷达分为2种型号，其一是德国、西班牙与意大利选择的由亨索尔特与英德拉系统公司研发的 ECRS-MK1， 其二则是英国采用的由 BAE 系统与莱昂纳多公司研发的 ECRS-MK2。近日，西班牙空军的台风战机已搭载最新的 ECRS-MK1 雷达进行了首飞。与先前雷达相比， ECRS-MK1 采用了最新的电子扫描科技，并安装超过1000个宽频收发模块，提升了雷达侦测范围与追踪目标的能力。此外，其还拥有空对空、空对地等不同的火控模式，可搭配各种空射武器，能够反制敌方的防空和电站系统。按照西班牙计划，目前其拥有68架第1至第3批次的台风战机，未来将与德国空军的台风战机共同接受整体性能升级，而后续采购的第4批次型号也将采用新型雷达技术，以确保同型机之间的作业互通性。据顶端战争报道，意大利海军最大军舰迪利亚斯特号2级突击舰现已正式服役，其全长245米，宽47米，吃水7.2米，满载排水量38000吨，满编舰员460人，还可以额外搭载604名海军陆战队员。其主要任务是将士兵、车辆以及多种货物运输到海军部署区域。在动力方面，该舰采用柴燃联合推进系统，由2台燃气涡轮发动机和2台柴油发动机以及4台柴油发电机提供动力，最高航速每小时46.3公里，续航里程可达12964公里。在设备方面，其安装了 SADOC-MK4 战斗管理系统、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敌我识别系统、黑蛇拖曳声呐、SPN720 飞行控制雷达以及战术空中导航系统。在武器方面，常规武器配备有3座76毫米自动舰炮、3座30毫米近防武器系统、2座 ODLS-20 诱饵发射器。防空武器配备有2组8连装 A50 席尔瓦垂直发射系统，填装16枚子晚15短程防空导弹或子晚30远程防空导弹。在舰载方面，拥有一个2600平方米的大型机库，可部署12架 AW101 舰载直升机或10架 F-35B 战斗机，再或者是 SH-90A 反潜直升机、AW-129D 攻击直升机和 F-35B 战斗机的组合方式，亦可搭载4艘60吨级的登陆艇。此外，由于该舰采用了模块化设计，还可根据任务需求转型为医疗船。在这种作战配置中，舰上将设有各种科室以及数十张病床，亦可搭载救援直升机，使其转型为前线救援基地，为被救援区域提供淡水和电力。据美联社报道，土耳其2架军用直升机在该国西南部伊斯帕尔塔省相撞，导致其中1架直升机坠毁，共计6人遇难，其中还包括1名军校准将。据悉，事故发生时，这2架直升机正在进行常规训练。事故发生后，当地卫生、警察和应急部门均派遣人员前往现场救援。同时，调查部门也在全面调查这2架直升机相撞的具体原因。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中东乱局不是3言2语能说清楚的，也永远不是表象那么简单。大家认为叙利亚的结局会是怎样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